如果地球的冰消失了，会发生什么？你以为会是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吗？错了。上一次地球冰盖消失后，如果你在现场，你会看到天空升温，海洋发臭，大地被岩浆燃烧，最终导致海里的生命死了 96%， 陆地上的生物消失了将近 70%。 在这种级别的灾难面前，你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不再是某一个地方出事，而是整颗地球开始清理生命。地球差一点就把自己也烧成了一颗死星，而今天就把你送回 2.52 亿年前，亲眼见证地球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大灭绝——二叠纪末大灭绝。当降落在地面后，你会觉得自己来错了星球。这里没有鸟语花香，没有茂密丛林，所有的陆地都被强行拼凑成了一块巨大无比的盘古超大陆。因为面积太大，来自海洋的湿润水汽根本吹不到内陆。超大陆的中心是一片面积比撒哈拉还要大几倍的超级死寂沙漠，气温极高，常年干旱。在这里，你不仅会觉得热，更会被眼前的荒蛮巨兽震慑。在滚烫的沙石上，走着当时陆地的绝对霸主利齿兽，它们长着像狼一样的身躯，嘴里探出2根恐怖的剑齿，是连恐龙见了都要叫声祖宗的顶级杀手。而在他们旁边还有体型像一辆重型坦克，浑身披着骨质重甲的盾甲龙。他们每天为了争夺哪怕一小坑泥水，都要拼个你死我活。你看着这些极度暴力的远古猛兽，觉得他们活得太惨了。你觉得这已经是地狱的极限了。错，环境恶劣，最多只是淘汰弱者。但真正的问题不是环境差，而是接下来还会更糟，糟到连老天爷都不打算留活口。在盘古超大陆的北部，也就是今天的西伯利亚地区，大地突然毫无预兆地裂开了。请注意，这不是你印象中那种像个圆锥形山头一样的火山喷发，没有火山口，没有预警，而是整块大陆的地壳像一件被强行撕开的衣服，崩开了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巨大裂缝。地幔深处的岩浆像一堵沸腾的高墙，直接从地底喷涌而出。这不是一次爆发，是地球打开了阀门，火红的岩浆汇聚成几百米深的火海，以吞噬一切的速度向四周疯狂蔓延。你以为岩浆流几年就会停吗？太天真了。这个来自地底的阀门一开就是几十万年，岩浆一刻不停地往外涌，最终这些岩浆覆盖了超过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整片大陆几乎全部淹没在几百米厚的冷却岩石里。但如果你觉得是岩浆烧死了当时的动物，那你就太小看地球的手段了。岩浆跑得再快，也有动物能跑掉。真正致命的是跟着岩浆一起从地底冲出来的几万亿吨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像一层厚厚的密不透风的塑料薄膜，把整个地球死死地捂了起来。全球气温开始直线飙升，这不是夏天多流2滴汗那种热，这是连呼吸都会灼伤肺部的极度高温。陆地上的温度硬生生被拔高了10到14度。想象一下，原本30多度的地方现在变成了50度，原本的热带地区气温甚至逼近了60度。不是难受，是根本活不了。高温就像一个隐形的抽水机，瞬间抽干了大陆上最后一点水分。那些本来就活得极其艰难的耐旱植物，一片接一片的枯死。枯死的植物变成了最完美的天然燃料。只要一个闪电，甚至哪怕只是石头摩擦的一点火星，轰的一声，蔓延几千公里的全球超级大火点燃了整个世界。天空中飘满了黑色的火山灰和燃烧的灰烬，白天变成了黑夜，空气里的氧气浓度开始暴跌。这时候你可以看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远古巨兽们死得有多绝望。在干涸的河床边，曾经的陆地霸主利齿兽再也挥舞不动它的剑齿。它没有饿死，也没有在战斗中被咬死，它是在50度的高温中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最后因为吸不到足够的氧气，被活活热死，憋死在龟裂的泥土上。哪怕是顶级杀手，在气候面前也脆得像张纸。陆地已经变成了炼狱，那逃到海里总能活命吧？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场灾难真正的高潮
这颗星球最残忍的杀戮才刚刚在海洋里上演。随着全球气温失控，海水开始变热了。当时的赤道海洋表面温度达到了惊人的40度。40度是什么概念？你去泡温泉，那个烫得你下不去脚的池子差不多就是40度。这就相当于整个赤道海洋变成了一口煮沸的大锅，无数鱼类、底栖生物就像是被丢进了开水里，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高温烫熟。但这只是海洋崩溃的第一步，水温一升高就会引发一个极其致命的物理现象，热水里融不进去氧气了。这就像是你喝的冰可乐里气泡很多，但加热之后气泡全跑光了，海洋里的氧气开始大规模地逃逸到空气中，海洋开始不能呼吸了。原本清澈蔚蓝的海水因为缺氧变得越来越浑浊，越来越粘稠，洋流也因为温度的剧烈变化彻底停滞了。整个地球的海洋变成了一滩死水，死水是会发臭的。在深海那片毫无氧气、绝对黑暗的深渊里，一群潜伏了数亿年的幽灵迎来了他们的狂欢。这就是厌氧的硫酸盐还原菌，没有氧气，没有天敌，温度还特别合适。这些细菌开始以几何倍数疯狂繁殖，它们在分解海洋生物尸体的同时，向海水中排出了亿万吨的剧毒废气硫化氢。这不是水，这是毒汤。整片海开始发臭，那是极其刺鼻的、令人作呕的臭鸡蛋味。海水不再是蓝色的了，因为厌氧细菌的大爆发，整个地球的海洋变成了一种极其诡异、极其恐怖的粉紫色。在粉紫色的毒海里，你可以看到一场地球史上最讽刺的死亡。海里有一群地球上最资深的老玩家——三叶虫，他们在地球上活了足足3亿年，躲过了冰河世纪，扛过了上一集的泥盆纪大灭绝。他们以为自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这次当带有臭鸡蛋味的硫化氢毒气灌进他们的鳃里时，这群远古的终极幸存者抽搐着卷缩成一团，成批成批地沉入海底，熬过了3亿年的大风大浪，却死在了一锅毒汤里。慢慢的，这些剧毒的硫化氢气体积攒到了极点，它们像沸腾的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从海底冒出水面，毒气冲出了海面，随着大气的流动吹向了陆地。那些好不容易躲过了高温、躲过了大火、躲过了缺氧、苟延残喘在海岸线边缘的陆地幸存者，在吸入这种紫色毒气的一瞬间，口吐白沫，抽搐着倒下。你以为这就完了？地球的手段永远比你想象的更绝。这些巨量的硫化氢毒气冲上高空，直接撕裂了地球的臭氧层。失去了臭氧层的保护，宇宙中致命的紫外线毫无遮拦地像利剑一样直射地表。紫外线切断了植物的 DNA， 烧毁了动物的皮肤，连海洋表层最后一点点抗毒的浮游生物也被紫外线瞬间杀灭。海底有毒汤，海面有毒气，天空有毒火，头顶还有致命辐射。这不是灭绝，这是全方位的立体绞杀，是不留一条缝隙的十面埋伏。这场漫长的折磨持续了数万到数十万年。当西伯利亚的火山终于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当地球的温度终于停止了飙升，整个世界安静了。那是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死寂，没有虫鸣，没有浪涛，没有吼叫，只有风吹过满地的白骨，发出呜呜的哀嚎。这场被称为二叠纪末大灭绝的浩劫，交出了一份令人绝望的死亡成绩单。海洋里 96% 的物种彻底消失，陆地上 70% 的脊椎动物全军覆没，统治陆地的利齿兽、重装铠甲的盾甲龙变成了地层里的化石，繁衍了3亿年的三叶虫连个渣都没剩下，被彻底抹除。曾经连绵数千里的绝美珊瑚礁全部崩塌。在接下来的1000万年里，地球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座珊瑚礁。这不是减少，这是几乎被抹掉。整个地球的生物圈被硬生生地倒退了亿万年，几乎退回到了只有微生物存在的蛮荒时代。这颗星球差一点点就变成了一颗彻底的死星。我们今天很多人一提到大灭绝，第一反应总是恐龙灭绝，觉得一颗陨石砸下来，轰的一声，太惨了。但如果和二叠纪末大灭绝比起来，恐龙灭绝那简直就是个痛快的手术。
恐龙是一瞬间被陨石砸懵的，而二叠纪的生物是被几十万年的极端高温、缺氧、窒息、剧毒气体和宇宙辐射反复折磨殆尽的。如果前几次灭绝是筛选，这一次是直接掀桌子，把图纸给烧了，一切清零，从头再来。但生命的伟大往往就体现在这种绝对的绝望里，即便在高达90%以上的致死率下，依然有那么极其微小的一撮生物靠着难以想象的顽强活了下来。他们挺过了地狱的考验，而这幸存下来的不到4%的生命，在几千万年后将演化出恐龙，演化出哺乳动物，最终演化出你和我。我们今天能站在这里，能呼吸，能点开这个视频，全是因为2亿5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那片紫色的毒海和红色的火海中没有放弃哪怕最后一口气。二叠纪结束了，随着极少数幸存者慢慢从废墟中爬出来，地球迎来了属于恐龙祖先的3叠纪。你以为熬过这波掀桌子，生命就能舒舒服服地发育了吗？别天真了，地球从来没有手软过。当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连在一起时，它制造了最可怕的干旱和炎热。那么，如果这块超级大陆又突然4分5裂了呢？那些刚刚在废墟上建立起新帝国的生物还不知道，一场以大陆撕裂为代价的更极端的杀戮正在地底默默倒计时。我是老马，咱们下个纪元见。